各位网友，大家好！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我们在现实中通过一张就业统计图来看一看左媒的用心险恶如何误导大众。就在美国劳工统计局局长埃里卡·麦肯塔夫于8月1号被川普解职，原因是当日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就业增长放缓，且前2个月数据被大幅下修。川普称这些报告有偏见和被操纵。就在这一事件刚刚尘埃落定之际一张标题为首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占比1980年到2025年这张图表就在网络上流传，引发了不少讨论。那么图表显示呢，就在2025年的7月，这一比例突然飙升至 13.4%，13.4%，创下了近4年来的新高。很多人看到之后直觉就是太假了。毕竟美国经济在川普的重新执政后的2025年正处于恢复阶段，就业市场应该是欣欣向荣，怎么会出现这样诡异的数据？那么更离谱的是，在2020年的疫情大规模的冲击就业时期，图中这一比例居然接近0，这更让人觉得是假表。玩叔今天就来个死磕到底，带大家来做一道数学证明题，证明这帮左媒是如何愚弄美国大众、愚弄世界的。当我们仔细拆解这个表，我们会发现这张表还并非假造，而是极其容易误导观众的一个统计表现。本次视频就从数据来源、定义口径、疫情的背景和2025年的特殊情况等方面详细解析其中的逻辑陷阱，最后总结为什么说这是一张误导性极强的真表。好，我们先看看这个数据来源它看似非常权威，但是口径上却埋了一个大坑。在这个图表我打在后面底部标注来源是美国劳工统计局简称 BLS 和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 再由 XOS 可视化的绘制。从初数上看，它绝对不是随意捏造的一个假图，而是来自官方数据库。但事实上，在 FRED 的数据库里，我们确实可以找到这一时间序列，它的指标代码是 LNS130-23570， 定义为失业者中首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占比。那么最新的数据确实显示，在2025年7月这个数据是 13.4%。那么问题出在指标的本身。 BLS 对 New Entrants 的官方定义为从未有过工作经历，正在寻找第一份工作的失业者。也就是说，这个指标不是失业率，更不是青年失业率，而仅仅是失业人群的构成比例。很多人跟玩叔一样，第一眼看到这个曲线都不自觉地把它理解为新进入者失业率或者是应届毕业生的失业率，从而陷入了一个错误的推理。因此第一层的误导性在于，表面上它像是在展示总体的就业困境，实际上它只是在反映失业者的群体的一个结构。我们再来看看2020的疫情，为什么这个比例它会接近0呢？在疫情那么惨的情况下面，这个比例为什么是0？因为直觉告诉我们在2020的疫情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尤其是应届生和新求职者更难找到工作，很多企业就关门了嘛，是吧？理应让这条曲线冲上一个高点，然而实际数据显示它却跌到接近0。我们翻查 BLS 的表 A-11 按这个原因分类的失业构成，就在2020年4月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因失去工作含临时停薪占失业者的比例高达 89.4%。 临时停薪就是 temporary layoff 占比单独就达到 78.3%， 而首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叫 New Entrants 占比却只有 1.7%， 接近0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当时的失业人群几乎全部由原本有工作却被迫停工的人组成，这个我们的常识是相匹配的，而不是从没有工作过的首次求职者。因为大量的应届毕业生因为疫情停摆，根本没有进入求职状态，所以 BLS 口径下，他们甚至不会被算作失业者，而是非劳动力人口。你没有就业了，谈不上失业啊。因此，疫情期间曲线接近零，并非图表造假，而是统计口径的一个真实反应。但如果观众误以为它能衡量新毕业生有多惨，那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误导。好，我们再把眼光放到2025年，经济开始复苏，为何占比反而飙升呢？我们看看到了2025年7月的数据啊，图表显示比例创下了 13.4% 的新高。按照常识判断是吧，经济恢复，就业机会增加，怎么可能让首次求职者的失业比例反而飙升？所以我们观众啊，老百姓呢，看图表要多问为什么。关键是这里的比例，这个数字不是指总体失业人数，而是失业者的结构。就在2025年7月的数据细节，什么意思呢？就是失业率为 4.2%， 这总体水平仍然是很低的啊。但是首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失业人数为 98.5 万，比上个月增加了 27.5 万。那么由于失业者总量基数较小，这部分应届生的涌入呢，直接把他们的失业中的占比推升到 13.4%。这个话被 BLS 的新闻稿引用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分子增加、分母缩小的典型现象。经济复苏带动裁员减少，使得老员工失业这部分缩小，而同一时期正逢毕业季，新人群体进入求职市场，于是他们的比例自然被放大。所以呢，这条曲线给人的经济恶化的错觉，其实只是统计比例的结果，失业率并没有恶化，甚至处于健康的一个水平。但新进者占比异常高，仅仅反映了劳动力流入的季节性和结构性的一个变化。好，那么为什么说这张表就误导观众呢？一方面，它的概念模糊，它表的标题写的是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占比，大多数人跟玩鼠一样，第一眼就会理解为应届毕业生失业率或新人的失业情况，而不是失业群体的结构，这就埋下了认知的一个缺陷。第二个，时间点的选择制造冲击，图表特意把2025年的最新点标红，给人一种经济正在崩坏的直观印象，但实际上同期的失业率只有 4.2%， 就业市场并没有任何的恶化。第三个，缺乏对比指标，如果在图里面放上了失业率或者失业人数，观众就能一眼看出比例上升不等于总体失业的恶化。然而制图者只给出了单独的比例线条，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就业的一个危机。第四个就是疫情时期的反直觉走势，更容易让人误导，是吧？2020年曲线接近零，会让人不了解定义的人产生造假的直观反应，是吧？从而加剧对统计系统的怀疑。实际上呢，这是疫情下的临时停薪占比压倒性上升的一个真实写照。因此，这张表虽来自权威数据，但呈现方式更像是一种信息陷阱，引导观众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直觉结论，可见制表者的邪恶用心何在。我们再来梳理一下这个数据链据 FRED 的数据2025年7月确实是 3.4%BLS 定义这个 New Entrants 它是指从未工作过正在找第一份工作的人。所以2020年4月的 A-11 表
那么 new entrance 占比是 1.7%， 临时停薪占比是 78%。 而2025年7月的新闻稿 new entrance 数量是 98.5 万，环比增加 27.5 万，总失业率也仅仅只有 4.2%。 虽然得到的结论是2025年7月是自1988年以来的最高比例，但是前面的含义我已经讲过了啊。那么这一条证据链证明数据本身确实真实，表格也未造假，但由于定义与直觉不符，它天然就带有误导性。那么真实的表格是什么样的呢？我这里又画了一张表，打在屏幕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红色的线就是原来它的这个表中的数据，那么蓝色的线就表明失业率，这是我们正常状态下理解的失业率。大家可以看这个失业率在2020年上升到一个高点，而在2022年现在是逐步一个往下滑的过程。所以你对比这红线和蓝色线，就会发现它这个表所代表的数据和真实的失业率正好是相反。这就是王叔这次把这两个表拿出来做一个对比的这个道理，而它只展现了红色的线，而没有展现出蓝色线所代表的真实的失业率状况。王叔的结论又来了，一个真数据，但是给了一个假的观感。所以这张图表最大的问题不是数据造假，而是表达方式的一种误导，它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把一个构成比例当成了失业率，从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经济解读。疫情时期的低点，2025年的高点，恰恰是统计口径与现实认知错位的一个结果。所以王叔说，这个表格生来就是来误导观众的，他没有撒谎，但他选择了一种最容易制造误解的方式来呈现数据。如果不了解 BLS 的口径，就会被轻易带偏，把经济恢复期误以为是失业危机，把疫情期误以为是数据造假，对吧？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类真数据假观感的图表比完全捏造事实更加的危险，因为它带来的误解更隐蔽，更容易扩散。这也让王叔再次感到世间之险恶。美国的左媒依旧在绞尽脑汁操控舆论，抹黑川普的执政，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前段时间劳动统计局负责人被川普拿掉，他属于咎由自取。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真正的解决方法是关注我们需要学会追溯数据的定义，查阅原始统计表格，才能避免被看似客观的数字误导。王叔一直以来有一个观念，就是宁要模糊的正确，也不要精确的误导。以上讲的不对地方，请大家和王叔互动，打在屏幕下方。好的，谢谢大家。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